好，来看一下，今天我狼是给大伙带来一个全新的玩法啊，来自于我们的赤影战士的无伤通关，而且呢是敌兵全灭啊。但凡能打死的小兵，我们都要打死啊！这个游戏呢，大家伙都知道啊，无论是游戏设计还是它的音乐，都是非常的好啊。音乐呢，也是一度呢让大家伙觉得这个 FC 的这种感觉啊，这种巴比特的那种音哈，那种音效非常有意思哈。好，我们先不扯这个事儿啊。那么玩法呢，大家伙都知道了，我也说清楚了啊，就是传说中的所有的小兵都打死，然后呢，而且咱们是无伤啊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挑战咱们这个游戏的这个对游戏的理解了。说白了呢，速通呢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咱们的赖招全用得上，而无伤咱们就是要对吧，保证自己不会受伤。这个对于新手来说啊是非常难的啊。好，你可以看到戏耍这个兵啊，这个兵挺有意思啊，它是撞咱们，但是呢并不会对咱们造成伤害。它可以把咱们顶到敌方的这个攻击范围内当中啊，大概就是这个设定，其实没啥意义啊，个人感觉也就是猎奇一点。好，可以看到咱们拿的这个链子啊，有点东西的。赤影战士呢，总感觉有点像这个忍者的这种感觉啊，有点跟忍龙分不清楚。其实呢，跟忍龙还不一样。小的时候我记得啊，这个赤影战士一度呢被认为是什么呢？被誉为是那个。叫水上魂斗罗啊，抱这个魂斗罗的大腿啊，特别逗啊。好，当当当当当当当。好，再次感谢我们的田佑哥的一首五福飞机，然后田佑哥的那个宝箱，大伙儿是不是啊？多多少少的你们抢到了，你点行动起来啊！好，可以看到啊，速通的话呢，大家伙儿可能看过之前我做的那个传说中的那个速通世界纪录啊，TAS 啊，非常的帅。好，可以看到打出了一个道具。其实这个游戏呢，个人感觉啊，就是一个雷。这个游戏个人感觉呢，设计还是蛮好的，玩的好的人怎么都行，玩的不好的人呢，也没觉得特别的难啊。好，初一大吉，大年初一头一天啊。好。其实这个设计啊，兄弟们啊，这个设计呢就是好，总是在第二关的时候，咱们很多人练那个必杀，是不是？对吧？一个必杀来秒这个 boss， 好，打成这个黄金状态，是不是？直接 A 爆。其实打 boss 感觉没多难啊。你像有的时候呢，咱们这个有用到连发工具的话啊，反而有的时候会觉得近战攻击不是那么弱啊，就突就完事儿了啊，就是干啊。好操作者呢是咱们的这个 PNCIL001。事实上呢，这个游戏吧，大家伙儿就是打一个挑战嘛。这种挑战游戏呢，就跟那种什么禁一样啊，比如说什么5禁呐、什么3禁呐之类的，什么游戏都有这种玩法。但这种玩法呢，其实对于新手来说是不太友好吧。比如说有的新手呢玩《三国战记》，他就希望说你教我一点实用的，越赖越好啊，对吧？我不许我对吧？有没有这种教程？事实上是有的，但是呢，意义也不大吧。真正咱们玩家玩的话，有一些特殊的游戏。觉得还是像这种啊比较靠谱一些，就是正常的玩法。怎么教一个反应速度慢、对游戏理解不深，而且容易上头、非常莽的这个人怎么打，咱们怎么通关啊？可以教啊，可以教。那么这样的话就比较稳了。如果专门打表演的话，也确实是不太好整啊。好，和管理员斗智斗勇，终于弄来了4听小啤酒。但是今天我狼没有准备酒啊，其实办公室还是有酒的，但是不是好酒啊，是那个工业啤酒。跟管理，其实我就想说啊，真是有这个必要吗？不让喝啊。好，感觉这个飞镖带跟踪属性的效果啊，有时候这个子弹挺有意思的啊。你们小的时候有谁管这个游戏叫水上魂斗罗？真的是有啊，就是什么空中魂斗罗、水上魂斗罗之类的啊，这个设计非常的逗啊。好，感觉用这个，你说这是鞭子吧，也有点像啊，就是这个到底是什么工具？有点像咱们那个传统中国功夫里面那个啊，可以那个揉来揉去，然后上面有个头。这头上是一个那个攻击的这个镰刀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感觉啊。
小时候管这叫水上魂斗罗，是不是啊？一个雷，哎呦我，必须要把他打掉啊！这个刚才那个哥们儿，万一跑下去就难受了。万一跑下去的话呢，就会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他掉下去了，你没有把他打死，所以说有可能就会出现挑战失败。这个地方可以扔雷啊，很多人都知道啊，在往上把扔雷，然后把这个眼睛就相当于眼睛啊，然后给他打死就可以，没有必要说用这个普通攻击去打。但是呢，咱们可以看到呢，怎么打都一样。咱们既然是敌全灭啊，也就是说要把这个所有的能打的东西啊全都打掉。像刚才底下那个，这不是一个坦克嘛，有点像挖掘机似的啊，把底下那个剑给打掉啊。啊，你看，再一打是叮，好的，直接打爆。好多游戏都有这种设定啊，就是说一个坦克啊，一个履带车啊，总之就是一个履带车，这个拖拉机什么的都有啊。就是你们没发现吗？现在的小孩啊，就孩子特别喜欢挖掘机，特别喜欢卡车什么的，就是只要是男孩啊，对吧？所以说小的时候，这个做游戏的人也看到了这一点，把这个游戏啊全做成这个有这个带有履带车似的啊，还不是坦克还不喜欢，就喜欢这个挖掘机啊，什么推土机啊这种，哎，你说这个什么神奇啊？非常神奇啊，对吧？这游戏也要这么做。你像双截龙里面也有卡车。对吧？对吧？这个都是啊，看高手打，妈的好简单；看自己打，去你妹的啊！不会玩啊！我也不知道为啥。当然小的时候呢，我还是不太喜欢，我可不喜欢挖掘机。小的时候呢，其实我的爱好啊不是那么广泛。我除了小时候爱玩游戏机（括弧还技术还不咋地）之外，再就是从电脑啊，那其实也是玩游戏了，对吧？电脑游戏嘛，网络游戏。然后再的话，线下的运动，踢足球，打羽毛球。而且呢，本身羽毛球现在也不太愿意玩。然后呢，也不是说现在不太愿意玩，也没有能力玩啊，挺贵的啊。这个想找个场地打啊，我想玩那种竞技模式的啊，就是那种室内，不是那种就是外面咱俩你打回来我打回去啊。而是那种带有竞技模式那种有场地有界的那种啊，然后再嘛就是那个踢足球呢，现在有那种简便踢法什么5人足球什么的啊，但是我呢小的时候愿意踢，由于中国队实在太拉胯了啊，我也就不愿意玩了，对吧？那再就没啥了啊，对吧？你说玩具我也不太喜欢。玩具小时候也就是被小伙伴们安利了啊，比如说什么变形金刚啊，什么呲水枪啊之类的，也就是这些东西啊。好，可以看到这关的 BOSS， 这个 BOSS 呢，它是有一层铠甲啊，先把它的这个铠身给它打掉，一会儿呢咱们才能对它进行主力输出啊。狼哥喜欢玩天蚕变，我还真不喜欢玩，我承认我喜欢看天蚕变通关了之后的那个图。但是我不喜欢玩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游戏太难了，难到我连想玩的欲望都没有，真的挺难的啊！我听过一种理论，好像是来源于人类原始对巨大力量的崇拜，是吗？像这个日本人做游戏什么的，他对这个生殖器有崇拜，他对生殖器是有崇拜的啊。这个日本人非常非常的狠啊！好，最后还练了一个大必杀啊，没有这个必要啊。好，第4关，每一个关前面都加上前面一个啊。第一关的这一关的一个小节啊，就是4-1，什么4-2、4-3，好像忍者龙啊，忍龙也是这样的啊。忍龙的话呢，第一代忍龙，然后它的4-2啊。是不是4-2？我觉得是最狠的啊，4-2应该是最狠的，就是那个音乐啊，就是忍烈仙龙。今天没有人放鞭炮了吗？刚才900多个鞭炮啊，900多个人刚才放鞭炮，对吧？你们只是没遇到啊。今年我没放鞭炮，也没干啥。昨天晚上出去喝酒。应该算是跟大家伙喝完了之后，我喝了7瓶高度的啤酒啊，还有1瓶烈性啤酒呢。然后呢，我又去跟朋友聚会。后来呢，当我去了之后，发生了一些事儿呢，我也就记得的大概。
然后当我一睁眼睛的时候呢，我就是在车上，然后我朋友跟我说，哎，到地方了，你赶紧下车吧。我说哦，然后我就回家了啊，是这么回事啊。好，可以看到啊，首先咱们要保证自己无伤，然后把所有的怪全清掉。这里面呢，就是大概是这个情况了啊。什么游戏啊？这个游戏只要啊它没有这个时间限制，感觉可以随便啊，只要它没有时间限制，咱们就可以这个规一点玩，对吧？啊，稍微规一点无所谓的啊。啊，好，这个设计非常气人。你要想无伤，对吧？你就只能是这样的啊。只要你想无伤，你就只能说是忍一忍，不忍是不行的。好，感谢我们的小暴龙给我俩赠送的一球子办卡啊，这可真的是一球子啊，得有7张办卡，然后瞬间给自己升到了5级粉丝台啊，非常感谢我们的小暴龙啊。怎么可能会坠卡啊？那我有我狼在啊，坠卡这种事不存在的啊。好，其实音乐玩速通啊，有的时候这个音乐你还没有听到一个完整啊，就已经没了。所以说速通呢，对于游戏啊，如果你玩这个游戏玩的溜，比如说你经常玩，你都知道咋回事了，那还行。但如果你要是不知道咋回事的话啊，那你看速通，有的时候你对游戏不理解。真的啊，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啊！好，感谢我们的王大宝赠送我狼的2张宠爱卡。他刚才扔这个雷是浪费了啊，一个雷都炸不死这个东西啊，实在有点太秋了啊！一篮子办卡好，一球子，我都跟大家伙讲解过啊，为什么叫一球子，大家伙记得吗？我记得很清楚啊，为什么要叫一球子呢？是这样的，就想当年呢。我爷爷啊，还有这个我爸妈啊，都喜欢钓鱼。那个时候的自然环境特别好，你只要去河里面钓鱼啊，什么柳根子啊、老头子啊，是吧？鲫鱼瓜子啊，这都是非常非常多的啊，有的是啊，都是野钓啊。现在呢，找不到这样的，就是钓绝了，真的，人类太残忍了啊，也不保护环境啊。当然，咱是后话啊，这是后话。好，可以看到打这个 boss 有一只鸟在上面啊，要躲着那个鸟，一顿扔雷。说句实话挺难的啊。好了，直接打爆，然后变成了一只鸟人啊，变成了一只鸟人。来看看它变身啊，变身鸟人，一躲，还是有感觉像石化一样的感觉啊。然后那时候自然环境特别的好吧。然后我呢就是说，那我想吃小鱼儿啊，拿这个面一裹一炸，这小鱼儿多好吃啊，连刺儿都不用吐啊，直接就吞了啊，对吧？啊，小的时候非常喜欢我爷爷出去钓鱼。然后或者是我爸妈出去钓鱼，然后呢，他们就说让我去挖点蚯蚓。我说怎么挖蚯蚓？他说你到后面你老家后面菜地。我说好嘞。有的时候挖着一铁锹下去啊，一球子蚯蚓啊，就那蚯蚓滚成球了，所以说就叫一球子啊，大概是这个情况。这游戏12分钟速通，人家速通好像用9分钟啊。括弧啊 ，TAS 啊，那是 TAS， 对。人脑的话可能是还难一点。好，第5-1啊，这个音乐也是非常经典的。你会发现啊，它每一关的音乐都不一样啊，然后每一小关的音乐有时候还会变。你就想一想啊，就像这种游戏，就是它居然要把这个游戏做成，对吧？你就是感觉非常难啊，你做个游戏太用心了，对吧？啊，要忍，不忍不行啊！这激光啊，好了，勾引一下，这是直接炸，这是地雷啊，这都是啊！挖到一球的蜈蚣，怎么可能？我拿着铁锹，大哥，我还怕啊？我拿着铁锹，我直接一球的蜈蚣，一球拍死就完事了，对不对啊？我没见过蜈蚣，你们信不信？就是说实话，我真没见过。我就见过草鞋底，好。小的时候呢，我们那边的那个叫林蛙呀，
这个林蛙呢非常非常的多。虽然说呢那个时候其实林蛙也不让做啊，对吧？也不让这个去非法这个捕捞啊什么之类的。但是那个时候是真多，现在你野生林蛙你别闹了，真的是没有啊。好，他是把什么东西撇出去？难道是自己的头吗？这个小怪真的是来的啊！挖都饱了。小的时候为了玩游戏机，我也是煞费苦心，做了很多这个这种就是这种打零活的工啊。什么打零活呢？我曾经挖过那个什么啊，挖过那个不叫对，穿地龙。穿地龙呢就是一种植物啊，就挖那个穿地龙，然后呢这个去卖钱，然后玩大型游戏机，也就是街机啊。我们小的时候管这个 FC 叫小型游戏机，然后管 MD 黑卡叫中型游戏机，管街机叫大型游戏机啊，知道吧？就是他妈的都有小中大型啊，特别逗了啊，特别逗。哎，感觉这个小兵他手速非常快啊，对不对？我挖过穿地龙，一种植物。然后呢，我还挖过什么呢？我还去弄过就是广场一开大灯，有个叫地喇蛄的啊。那个地喇蛄呢是一种虫子，现在想想挺恶心啊，就是一种地喇蛄。这地喇蛄呢，卖的人呢，据说啊，人家是要喂鸡吃啊。后来我问我姥姥这东西喂鸡好不好，我姥姥说当然好了，对吧？现在咱家是不养鸡了，以前住林场的时候。养鸡啊，有这个东西喂鸡，那鸡一天得多下好几个鸡蛋。我说真的假的？他说真的。啊，这个喂鸡吃那可真是无敌了啊！大家伙都知道啊，这个母鸡下蛋啊是不需要公鸡的啊。来看看最后一关的 BOSS， 这不就是最后一关的 BOSS 吗？啊！然后呢，咱们看看浪费时间啊！速通在这个地方是最无聊的。你说明明你就我已经上来了，你就赶紧往上一对吧，就完事儿了呗啊！来看看啊，哎，穿着披风，一个武士啊，半天划了一刀，防御力很强，攻击力呢有忍术啊，风盾，看没？主要是风盾啊，风属性的啊。你们那地喇蛄是给人吃的，哎，所以说呢，我是这个意思啊。我怀疑它是给人吃的，然后卖一瓶子是2块钱，啊，一个塑料瓶是2块钱，就是一瓶子那个。小的时候你们不要瞧不起我那时候2块钱，我妈的工资那时候一个月260块钱呢啊，我妈一个月才260块钱，那我妈还是正儿八经的事业单位，好，直接打爆了。这个感觉最后一关没那么难啊。对吧？它就是盔甲看起来稍微多一点，直接炸了。我整了半天变成这个科普类华农兄弟了，感觉有点像啊，这太嘚儿了。好，那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如果大家会喜欢我狼解说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